前段时间，日本有一篇帖子刷屏了，标题是“中国军队对吃的也太挑剔了，为了能吃好，居然折腾出了那么多先进的炊事装备”。里面配了解放军的4张图，第一张图是我们研发出的悬挂在直升机上运往前线的野战微波炉，第二张图是我们研发出的同样可由直升机运载的还能驾驶的轻型野战移动厨房，第三张图是我们研发出的就算在高速行驶途中也可以炒菜的新型野战烹饪车，第四张图是我们研发出的可以在饭食变冷之前将其运往前线的无人机系统。这位日本博主放出这4张图后给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军队对食物过于讲究，研发出了如此之多的新装备，只是为了吃得好，这样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因为我们解放军做饭讲究，日本网友还说我们是亚洲的意大利军队。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聊聊中国解放军的伙食。这4张图，我们中国人看后的印象就是普普通通的军队宣传图，没什么大不了的。军队为人民出生入死，吃饱饭不是很正常的吗？而且那些装备也都很简单啊，研发那些炊事装备是花了点心思，但没花多少钱。做梦都没想到，一口吃的能让日本人产生那么激烈的情绪反应。难道研发点特种装备，做好后勤，让前线将士能吃饱肚子，这难道也有问题吗？但随着日本网友的讨论和爆料，这种想法在日本人眼里可能还真就有问题，因为在日本人看来，军队不应该吃得太饱。看完这些爆出来的图片，我简直三观尽碎，做梦都没想到，在食物如此丰富的现代社会，居然有国家的军队能吃得这么差。日本空军的横田基地官方账号曾经秀过他们的营养均衡餐，以表示他们基地的士兵吃得有多好。横田基地空军官兵们吃的早餐大概有这么多，午餐大概有这么多，晚餐大概有这么多。这些图片竟然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官方账号发布的，还是以炫耀自己吃的有多好为目的而发布的。这说明类似的情况在日本军队中普遍存在，而且很可能大量的日本军队吃的确实没有横田基地的这些营养餐好。根据日媒冲绳时报的报道，2021年10月，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那霸基地发布了一则消息，一名3等空佐，相当于我们的少校，在基地的食堂里多次拿走了超过规定分量的纳豆和面包，被上级处以停职10天的处罚。空军的伙食向来都是顶呱呱的，而且这还是一位空军的少校，就因为肚子饿了想多拿点纳豆和面包吃，就要被停职10天作为处罚，这还有天理吗？要不是标明日期，我都能以为这是封建时代的军队新闻。这都还没上前线呢，在物资充沛的大后方，还是和平时期，居然能吃这么差。而我们解放军平时的日常饮食是下面这样的，这样的伙食只是日常，特别加餐的时候会更丰盛很多，一般是这样的。吃的其实并不豪华，但绝对能让官兵吃饱肚子，不够吃那就继续吃到不想吃为止，饭菜都是管够的。限制官兵的食物数量，宁可让士兵挨饿都不给吃，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日本人这么做的原因是说，艰苦朴素可以磨练官兵意志，可以提升军队战斗力。但我觉得这么说是给自己脸上贴金。艰苦朴素这个词可不是这么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军队的战斗力是靠吃不饱、装备差换来的。当年解放军战斗力强，也不是因为自身吃不饱、装备差，不要把因果关系给弄倒了。要是能天天吃肉，动不动就炮火覆盖，当年解放军的战斗力能暴涨数倍不止。日本军队吃这么差的真正原因是食物太贵，整个日本所有人都吃得很差，军队也无法例外。普通民众的薪水难以负担丰盛的食物，军费开支同样无法换来丰盛的餐食。这种食不果腹的状况并非日本独有，在韩国也相当普遍。韩国的军队伙食也很差，而且全体国民都吃得不好。去年中旬，一位在韩国釜山大学就读的女生抱怨自己遭到了歧视，因为大学食堂直接使用韩文、英文和中文公开通知，要求2024年6月7日在食堂私自多拿了肉吃的中国女生以后注意，每顿晚餐只准拿1块肉，所有学生都一样，禁止多拿。这个女生不服气，因为那些所谓的肉在国内都是稀松平常的东西，根本不值钱，味道实在不怎么样，这要是在国内，自己可能看都懒得看一眼，纯粹是因为太饿了，不过就是在食堂多加了几块肉，居然还用3种语言发通告点名，说中国女生违反规定多拿了肉，这要不是针对中国学生，那是什么原因呢？
但单从这件事儿来看，好像这又不是釜山大学特意针对谁，他们那里好像确实是所有学生每顿晚餐只准拿1块肉吃，多拿就要多缴费。别人都吃得很好，只是不允许你吃得很好，这个叫歧视。但如果所有人都吃得很差，要求你吃的和他们一样差，那这个不能叫歧视。韩国老百姓吃这么差的原因和日本一样，都是因为农协的存在。中国实行粮食进出口管制，是因为中国要保证粮食安全问题，要确保全国人在最差情况下也能有饭吃。日本和韩国不需要考虑粮食安全问题，他们本来就是美国的半殖民地，连国家主权都没有，考虑粮食安全毫无意义。而且这两个国家地少人多，粮食的绝对产量完全不够，本身就依赖美国来保证粮食供应。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农协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保障日本和韩国的农业生产，而是为了让农协的会员们能发财，以合理合法让全国人民饿肚子的形式。日韩的粮食绝对产量不足，依赖外部进口，但日韩的农协以配额的形式限制了进口的数量，同时对某些农产品征收超级关税，以确保垄断国内市场来抬升价格。韩国的大米进口关税高达 531%， 日本农产品的关税最高可达 1706%。农协以这种方式确保国内食物价格高高在上，确保产量极低的农协会员能有一个高收入。当农产品的价格涨到连日本、韩国这样的收入都吃不起，被迫全民饿肚子的时候，那自然农协会员就能得到高收入。但这对国家和全体国民有什么好处吗？如果我国也搞个农协，农民交会费来维持运作，然后通过法律法规制定了500%以上的关税，拒绝进口外国农作物，通过人为制造粮食短缺来提升价格，把国内的大米价格拉到20元一斤，把肉价拉到100元一斤，优质西瓜每个卖几百块，那可以立竿见影的让农协会员也暴富。代价就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晚餐只能吃一片肉，每年孩子过生日的时候才舍得吃一块西瓜。日韩只要放开进口，绝对不可能存在粮食短缺，光美国的粮食都能淹没日韩。但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协会就是有能力硬生生的在国内制造出人为的粮食短缺，把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推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为了能够制造出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日韩农协甚至强硬到连美国的面子都不给，连美国的粮食都需要依靠配额才能进入日韩市场。这种做法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毫无益处，这完全是在内部消耗资源，把负担加在人民身上，凭空制造出了一个剥削的阶层。本来可以通过市场化的交换方式，让所有国民都能吃饱并且更加富裕，但为了自身小集体的私利，他们硬是选择不这么做。而且这甚至和国家安全没有关系，纯粹是为了让自己的产品能卖得更贵。而类似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日本和韩国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都是把自身的利益放在全国人民利益的前面。比如说韩国的医师协会，那也是一个为了确保医生高收入的团体，宁可人为的制造医疗资源短缺，让全国的老百姓看不起病也看不上病。一旦有人想增加医疗资源，那就直接全体罢工。所以日本军队吃不饱饭，不是因为磨练意志，是因为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剥削而没办法吃饱饭。而能吃饱饭，能换着花样吃饭，那也不是亚洲的意大利军队。没记错的话，当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不仅有可乐可以喝，甚至有冰淇淋可以吃。事实证明，吃得好，装备好，那是一定可以提升战斗力的，绝对不会削弱战斗力。如今的解放军在伙食供应和装备上已经直接和美军看齐了。至于这么做带来的真实战斗力吗？虽然无法真刀真枪的练一练，但日本政府的智库早就做出了评估。2023年4月6日，日本一架黑鹰直升机在海上坠毁，第8师团长坂本雄一中将当场身亡。日本民间各种阴谋论开始流传，很多人说是中国方面出手导致的。对于这种说法，中国民间纷纷表示，你说的没错，就是我们干的，麻烦尽快表示。而日本政府则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表示，这是一场纯粹的意外，和任何人都无关。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发布了定论，并通告全球，生怕舆论事态扩大。2024年4月，中国一位网友操纵无人机降落在了日本出云号航母飞行甲板上，并拍摄了相关视频传到了网上，引发了整个日本的轰动。日本网友纷纷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处理此事，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把这个中国网友抓起来。日本政府立刻进行了澄清，说这个视频是用技术手段合成的虚假视频，根本没有中国网友操纵无人机降落在出云号航母一事。这份通告引发了日本网友的强烈质疑，
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各种方式证明了这不是合成视频就是真实视频。确实有一位中国网友操纵无人机降落在了出云号航母上，导致日本政府被迫收回通告，宣布重新展开调查。经过1个半月的深入调查后，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调查结果，承认你们分析的没错，这段视频确实不是经过合成的虚假视频，确实存在一名中国网友操控无人机降落在了出云号航母的甲板上，但此人已经离境了，我们抓不到人，所以这件事儿也只能就这么算了。这件事儿确实很严重，日本以后会加强军事基地的安保工作的，大家散了，就这样吧。真是温良恭俭让，和70年前动不动就要来中国搜城的日本政府简直是截然不同。要是没有我们为一线部队研发的那些炊事设备所保证的充沛后勤供应，你觉得日本政府会这么好说话吗？一个吃喝和装备都堪比甚至超越美军的解放军，能爆发出多恐怖的战斗力？这世界上敢试试的国家不多，反正日本肯定不是其中之一。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